我是林卡卡。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下精神内耗。内耗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怕。怕别人嘲笑，怕被别人看不起，怕自己走得没有别人快，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不喜欢。怕呢，就会胡思乱想，就会在脑海中不断预演事情可能发生的结果，预演别人会怎么看你，别人会怎么说你。那自然而然的能量和精力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被消耗掉了，所以就每天很累、很焦虑，躺在床上，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如果你点进来这条影片，我相信你可能正在承受精神内耗的痛苦。那我们今天就尝试去分析产生内耗的原因，还有几个跳出内耗的实际方法。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内耗呢？第一个原因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很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丑。旁边有人在笑，你可能在想，是不是在笑我呢？甚至去超市逛了一圈，没什么想买的，空着手出门的时候，都在想，店员会不会觉得我是小偷啊？如果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的话呢，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内耗，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而纠结很久很久。第二个原因呢，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不可控的事情上，提前焦虑。读书的时候就焦虑，哎呀，下一场考试考不好怎么办？我的排名下降了怎么办？工作上呢，就很怕自己会出错，担心自己捅娄子。那明天要出远门，就担心飞机延误了怎么办？航班取消了怎么办？甚至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没有带那个？我的托运行李会不会被落下了？那一旦陷入了这种焦虑内耗的情绪中呢，其实就很容易任情绪摆布，而什么行动都没有。第三个原因呢，是过度思考，天天脑子就是转。这种类型的人呢，就很容易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最坏的方向上去想。这个其实我也蛮严重的。比如说家里人出门吃饭，可能很晚了不回你的消息，那我就会想说，完了，是不是出车祸了？是不是手机被抢了？是不是进医院了？那如果是工作的时候犯了一个小错呢，就会心里一凉，说这下坏了，领导对我的看法肯定变得很差，对我很失望。我是不是真的就是笨？我是不是工作能力就是有问题？老板会不会明天就把我炒了？这种灾难化的想象呢，其实就是纯想象，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在发生，但因为你的认知、你的担忧而让自己变得很痛苦。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原因了，要如何对症下药，从内耗中走出来呢？第一个方法是我自己大概从4、5年前开始的，非常有用，就是你要知道，每个人最看重的人是自己，不是你。比如说可能去做汇报或者是演讲的时候，我们都很怕自己会出什么差错，然后很丢脸，从而很紧张。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呢，当你是观众的时候，别人在台上做汇报演讲，你是不是真的是全程都非常专注的在那个人身上去观察他有没有出什么错？其实不是的，我们就是去听他主要在说的东西，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在听，我们在玩手机，或者是我们在跟旁边的人聊天。这就说明呢，其实你很在意的东西，可能别人根本都没有留意。所以呢，学会调整自己的认知，了解清楚自己在别人眼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想做什么就去做就好了。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别人的看法。第二点呢，是要专注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想象中的问题。比如说呢，你明天要面试，
那你与其在焦虑啊，如果面试失败了怎么办？如果那个说话的时候卡壳了怎么办？现在这个是我唯一的面试机会啊，失败了我就会变得很惨很惨。与其把精力放在这些焦虑上面，不如来看看自己现在具体有什么可以做的东西。比如说去网上找一找其他人有没有分享过自己这一家公司的面试经验呢，或者是来复盘一下自己的简历，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经历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在别人讨论到你的项目的时候，就马上能说出来自己都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你可以去多投几个工作岗位，没准就有新的面试机会了，对不对？当你所有的这些准备都做完之后呢，你可以跟自己说，好了，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到了，那剩下的话就是我无法控制的东西，就交给时间，看缘分吧。其实你会发现啊，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事情反而会比较顺利的解决，而且很多时候是可能以你没有想象到的方式。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比如刚刚说的面试，你就真的失败了，也不要太气馁，你可以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等你经历了这段时间，真的找到工作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后面有更好的机会在等着你。所以呢，要允许事情的发生，允许事情是不完美的，允许自己失败。你会发现世界上真的绝大多数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第3点呢，是认清别人其实并没有评价你的资格。尤其是这几年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呢，其实网络上的戾气真的非常非常重，经常会看到网友对骂，一骂可以骂2-3天。或者说我现在做 YouTube 影片，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看你在说什么，就莫名其妙的留下了很负面的评价。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都没有了解我，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你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人会去了解你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爱人，其实他们都不会完全了解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想法具体是什么，所有东西的来龙去脉，你的过去和经历。所以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价你。他们对你的评价呢，也完全不代表就是事实，而说到底呢，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很片面的看法而已。所以呢，不要去强求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你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你又不是金子，你又不是钱，对不对？所以呢，尝试让自己喜欢上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个问题吗？如果你是性转版的自己，你还愿意跟自己在一起吗？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第4点呢，就是尝试调整自己的预期，从行动中找答案。很多人呢，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是，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却期待有什么 surprise， 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结果出现，然后有很多目标和想法，却一直拖延，通过不同的方式给自己找理由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容易焦虑，甚至很多时候是怪自己为什么不行动的一种内耗。那我现在在尝试的让自己行动起来的方法呢，就是把一件事情极简化，把它极简到最小最小的单位。比如说呢，我要开始运动，不要给自己定目标，说我今天就要跑5公里，明天就要去健身房健2个小时，不可能相信我，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定过这样的目标很多次，然后全部都失败了，都没有超过1个礼拜的。你就说我运动，我今天出去散步了10分钟，我就算运动了。我举哑铃举了5下，我就运动了。或者说我要戒掉垃圾食品的话，你就不要想说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吃薯片了，你就说我今天这包薯片我就先不吃了，能忍住。明天会不会吃薯片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要今天成功了就好了。你其实会发现呢，人的心理真的很有趣，
就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是你刚开始做了1分钟，你后面都会很自然而然的觉得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很难。但就是这开始的1分钟会阻挡你做绝大多数的事情，所以就先让自己动起来，就做1分钟，然后看看。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停止完美主义。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最牛的人都会有非常多的缺点，不是1、2个缺点，是非常多的缺点，而且他们也犯过真的数不清的错。比如说当下热门 Donald Trump 和 Elon Musk， 然后以前的话就比如说爱因斯坦、牛顿，如果你但凡了解过他们一丢丢的话，都可以马上联想到一大堆他们的缺点啊，他们人生中失败的挫折啊等等的。那反过来看，我们这么普普通通，又为什么要要求自己是超乎常人的优秀和完美呢？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可能100%的做好准备，能做的呢，其实就是行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出发。这些相信我，都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能做到的了。所以呢，相信自己，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你就算干得再烂，都比不干要强100倍。当然，不要干坏事。OK， 那以上呢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深呼吸。Let it go。世界上呢，除了生死，全是小事。希望你可以慢慢摆脱精神内耗，找回内心的平静。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呢，不要忘记了订阅、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